大家好，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制药基金会能在6个月内建成一台 AI 超算，那欧洲27个国家加在一起，为什么用了好几年还在调试？更奇怪的是，这个基金会花的钱不到1亿美元，而欧盟的超算预算是70亿欧元，钱多了70倍，速度慢了10倍。你觉得这是因为欧盟的人能力不行吗？不是，这里面有一个大多数人没看到的逻辑断层，而这个断层直接决定了你如果要碰欧洲 AI 方向，钱该往哪里放。2024年10月，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14和英伟达的黄仁勋一起在哥本哈根按下了一台超算的启动键，这台超算叫 Gefion， 装了1528块英伟达 H100， 是一台冲着工业级 AI 模型训练区的重型机器。但你猜出资的主力是谁？不是丹麦政府，不是欧盟，而是诺和诺德基金会，一个靠卖胰岛素和减肥药赚钱的慈善基金会。丹麦政府通过出口投资基金参了一小股，占了 15%， 但控制权在基金会手里。你听到这里可能觉得只是一条科技新闻，但其实这件事的含义远不止于此，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矛盾。而今天这期结束之后，你会发现一个大多数人想反了的结论。Gefion 对欧洲 AI 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它有多快，而在于它暴露了一条裂缝。欧洲不是没有钱搞 AI， 而是把钱变成算力的通道被政治体系堵死了。当这条通道被一个基金会绕过去之后，整个欧洲 AI 的投资逻辑都变了，而变化的方向跟你直觉想的完全不同。先说这台机器1528块 H100 什么概念？如果你对 AI 训练有基本了解，就知道跑一个中等规模的大语言模型大概需要几百到上千块 GPU， 算1个月左右。Gefion 一次部署了这么多，它不是给某个实验室做实验的小玩具，它是直接对标工业级训练任务的。整套系统总投资大约7亿丹麦克朗，折合不到1亿美元。你先记住这个数字，后面有用。这里要给你澄清一个容易混淆的概念。Gefion 虽然在 AI 训练维度上算力很强，但它并不是欧洲算力最强的超算。欧盟的 EuroHPC 体系里有芬兰的 Lumi、意大利的 Leonardo、德国的 Jupiter， 这些才是全球前10的重量级选手。Gefion 的价值不在于绝对算力排名，而在于它的建设速度和决策效率。你理解了这个区别，后面的分析才不会跑偏。但你可能会问，1亿美元对一个基金会来说算什么？这里你需要知道一个背景。诺和诺德基金会背后的诺和诺德制药，就是做 Ozempic 和 Wegovy 的那家公司。你肯定听过，2023年全年，这家公司的净利润大约121亿美元。什么概念？比不少欧洲中等体量国家全年的科研预算总和还多。而基金会是这家公司的控股母体。截至2023年底，基金会的净资产超过1500亿美元，是全球最富有的慈善基金会，资产规模大约是比尔盖茨基金会的2倍，所以你就理解了，1亿美元对他来说真的只是零头。但问题恰恰在这里，他花1亿美元就能干成的事，欧盟砸了70亿欧元的预算，为什么干不出同样的效率？这里要提醒你注意一个定价陷阱。你可能会本能的觉得，一个基金会在 AI 上砸了这么多钱，那买这个基金会的母公司股票是不是就对了？不是，你要分清2件事。一件事是基金会花钱建超算，这对诺和诺德制药的股价没有直接拉动作用，因为这笔钱是基金会层面的支出，不会体现在上市公司的财报利好里。另一件事是这条新闻的市场情绪价值。如果你在新闻出来之后才去买，你买到的不是价值，而是情绪溢价。在 AI 基础设施这个领域，好消息出来的那一刻，往往是短期价格的高点，不是低点。你要理解这个反直觉的定价逻辑，基本面越透明，消息越确定，短线反而越危险，因为确定性早就被机构提前交易掉了。答案不是欧盟的人不行， EuroHPC 计划已经部署了10多台超算，几台核心系统进了全球前10。但如果你看交付节奏，从 EuroHPC 正式运转到 Jupiter 基本完成技术验收，花了5年多，70亿欧元的预算来自27个成员国，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优先级，每次拨款的谈判周期动辄几年，钱不少，但在政治管道里流得太慢了。而诺和诺德基金会的决策链条是什么？董事会批准，项目上马，不需要议会辩论，不需要多国协商，6个月开机，这就是我要给你的第一个判断。Gefion 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它是一个模板，它证明了在欧洲，商业资本建 AI 基础设施的效率比政治体系高出一个数量级。如果你在找未来欧洲 AI 的投资线索，你要盯的不是欧盟的政策文件，而是哪些商业基金会和工业巨头开始自己动手了。但这里有一件事比这个判断本身更值得你警惕。坦白说，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非营利组织在做善事，你要把它当成一个比很多国家还有钱的实体，用商业效率在抢占 AI 基础设施的入口。Gefion 的表面用途是药物研发、蛋白质折叠、模拟、气候计算，这些都是真的。但你往深了想一层，谁控制了欧洲可商用的大规模 AI 算力入口，谁就决定了未来哪些机构能训练模型，哪些创业公司能拿到计算资源，哪些科研项目能排上队。想用这台超算跑模型的药企，
大学、创业公司，最终都得找基金会谈条件。这不是慈善，这是算力层面的卡位。你可以类比成100多年前修铁路的人，同时控制了沿线的土地开发权，基础设施的所有者天然拥有对上下游的定价权，只是这次换了一层科学外衣。你可能觉得，那至少有人在懂，总比什么都不做强。但等一下，这里面藏着一个囚徒困境，你作为投资者必须看懂它，因为它直接决定了你的钱该往哪个方向压。摆在欧洲各国政府面前，其实就2条路。第一条是继续走 EuroHPC 的路，多国协调、统一规划，保证算力资产的主权归属。好处是名义上算力在政府手里，坏处是慢，而且越多国家参与决策就越慢。你作为投资者要问自己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能等吗？每拖1年，中美2国在 AI 上的领先就再拉大一截。这不是猜测，这是已经在发生的事。第二条路是默许甚至鼓励更多诺和诺德基金会这样的非政府力量自己建超算，好处是快，但代价呢？算力资产的控制权不在政府手里。Giveon 归基金会下属的丹麦 AI 创新中心运营，丹麦政府只持有 15% 的股份。你想想，如果有一天基金会的董事会决定调整算力的使用优先级，比如把更多资源分给自家关联企业，而不是公共科研，政府能做的事非常有限。这就是主权这个词在欧洲语境里的真实重量，不是你有没有算力，而是在多大程度上你还能对算力的使用说得上话。你可能觉得这跟你没关系，毕竟你不是丹麦人，但如果你持有任何一只跟欧洲 AI 相关的标的，算力主权归谁这个问题就直接影响你持仓的政策风险。政府一旦觉得主权旁落，政策干预随时可能出手，而政策干预出手的那天，你的持仓就是承受冲击的第一排。我直接说这个困境的要害：第一条路保住了名义主权，但交付时间表完全不可控。在 AI 这种按月迭代的领域里，几年的延迟可能意味着永远追不上。第二条路拿到了真实的算力，但控制权流向了商业资本，而且第二条路一旦打开就收不回来了。诺和诺德基金会开了头，西门子、大众、罗氏这些欧洲工业巨头都在看着，都有能力做同样的事。如果他们全部跟进，欧洲的 AI 基础设施就变成一堆由各自商业利益驱动的算力孤岛，不再是一个统一规划的主权体系。但反过来你也要想，如果欧洲继续坚持只走第一条路，它在 AI 时代的存在感会被进一步压缩，直到你发现所有的模型训练服务都得依赖中美2国的云服务商，到那时候再谈算力主权已经没有任何筹码了。这2个结局你都不想看到，但欧洲正在被迫从中选一个。这里你要特别注意一个产业链层面的风险。如果你持有的是欧洲的 AI 应用层公司，比如做企业级 AI 软件的，做自动驾驶的，做医疗 AI 的算力，基础设施的碎片化会直接传导到你的持仓上。原因很简单，应用层公司需要稳定、可预期、可扩展的算力供应。如果欧洲的算力来源是一堆互不相通的商业孤岛，这些应用公司的训练成本和部署风险都会比在中美做同样事情的竞争对手高出一截。这个成本差异不会写在新闻标题里，但它会悄悄吃掉你持有的公司的毛利率。你在看欧洲 AI 标的的时候，除了看它的产品和收入，还要问一个问题：它的算力供应链稳不稳？对你来说，比2条路哪条更好？更关键的是，2条路的并存本身意味着什么？这就引出了我的第2个判断，也是对第1个判断的重要修正。商业资本确实比政治体系效率高，但效率高不等于投资价值高。这种效率制造的是碎片化的算力格局，不是一个可以被统一调度的国家级 AI 能力。如果你在压住欧洲 AI 基础设施，你不能只看谁建得快，你还要看谁的算力最终能接入一个更大的协作网络。这2件事的投资逻辑完全不同。这里有一个结构类比，帮你建立直觉。90年代末到2000年初，欧洲在移动通信基础设施上经历过一段类似的碎片化，各国各自建网络，各自谈频谱，运营商各走各的路。后来是 GSM 标准的统一，让欧洲在移动通信上反超了美国好几年。但那次统一有一个关键前提，参与方在技术路线上达成了共识，而且有一个足够强势的机构推动标准落地。在 AI 时代，目前看不到类似的统一力量出现在欧洲，没有一个 AI 版的 GSM 标准。如果你理解了这一点，你就明白为什么欧洲 AI 基础设施的最终赢家很可能不是那些建超算的人，而是那些能把碎片化的算力资源整合起来的中间平台。这不是精确的历史数据对比，而是帮你建立结构层面的判断框架。这里要特别警告你3个常见的误读。第一个，以为欧洲砸钱建超算就等于欧洲 AI 要起来了。不是，建超算只是最底层的硬件部署，从硬件到生态还有很长的路，中间缺了应用层和人才层，光有算力是空赚的。第二个，以为 Giveon 的出现利好英伟达或者诺和诺德的股价，不到1亿美元的订单对英伟达来说连季度收入的零头都不到，你不要因为这个量级的消息去调整你的持仓。第三个，
以为这件事说明欧洲 AI 要追上中美了。你拿 Geffen 1500多块 H100 的规模去和 Meta 动辄几十万块 GPU 的集群比一下，就知道差距有多大。Geffen 的意义是制度层面的信号，不是算力层面的追赶。如果你带着欧洲 AI 崛起这个叙事去买股票，你大概率会失望。那散户最容易在哪里踩坑？这里有一个让很多人不舒服的结论。你看到欧洲砸钱建 AI 超算这个标题就冲进去买相关概念股，大概率是在接盘。你要理解一件反直觉的事，建超算本身的硬件投入是一次性的 ，Geffen 的总投入不到1亿美元，对英伟达全年几百亿美元的数据中心收入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对诺和诺德的股价更不构成直接催化剂。如果你因为这条新闻去追这2只股票，你就是那个机构已经布局完毕，散户刚到场的后来者。这个规律你一定要记住，在基础设施类事件上，消息公布的那天，通常不是你该进场的那天，而是你该冷静下来，想清楚长线逻辑的那天。散户通常比机构晚1到2周反应，而这1到2周的时间差，代价就是你买在了别人的出货区间。你觉得你在追涨，其实你在给别人抬轿子。说到这里，你可能真正想知道的是，到底该怎么做？这是我的最终判断。按你现在的位置分开说，如果你已经持有欧洲科技方向的标的，特别是在 AI 基础设施上有资本开支计划的工业集团，你需要盯紧一个先行指标 Geffen 之后，这些公司有没有宣布自建或联合投资 AI 超算？这个压力正在传导到每一个欧洲大型工业集团，汽车、能源、制药、化工，全都在被 AI 倒逼着升级。谁先动，谁就抢到了算力层面的话语权。如果你持有的公司到现在还没有任何 AI 算力方面的布局动作，这是一个减仓信号，不是加仓信号。原因不是基本面变差了，而是他在新一轮基础设施竞赛里选择了旁观。在 AI 时代，旁观的代价不是原地踏步，而是加速掉队。你看看2023年以来，那些在 AI 资本开支上动作最快的公司，股价走势和那些观望者之间的差距已经拉开了。这不是偶然。如果你没有持仓，但在考虑进入欧洲市场的科技方向，不要追超算硬件概念，你要找的是算力中间服务层，谁提供算力的调度和接入平台，谁做基于欧洲本地算力的模型训练服务，谁在算力资源和终端应用之间做中间件和工具链。这一层在欧洲几乎还是空白地带。但 Geffen 的出现说明需求端已经到了。如果你看到有欧洲公司开始做算力集成平台或者算力编排服务的新闻，那是一个比超算本身更值得你关注的信号。你甚至可以这样理解，超算是原材料，中间平台才是加工厂，而加工厂的利润率永远比原材料高。如果你是短线交易者，坦白说这件事目前不构成短线机会，但你要紧盯一个先行信号。未来3到6个月内，是否有2家以上欧洲工业巨头密集宣布 AI 超算投资计划？一旦出现，英伟达的数据中心收入预期会被集体上修，相关 AI 芯片股的短线动能会被激活。在那之前，不要因为一条新闻就动手。你可以在自己的观察清单里加上西门子、博士、巴斯夫、罗氏这几个名字，他们是最有可能跟进的欧洲工业巨头。如果你是做系统性配置的投资者，有一个更大的命题值得你花时间想清楚。AI 时代衡量一个区域投资价值的核心指标，正在从传统的 GDP 增速和人口结构，转向一个更粗暴但更真实的变量这个区域能调动的等效算力总量。丹麦一个600万人口的小国，因为一个基金会的决定，在 AI 算力维度上一夜之间获得了远超自身体量的存在感。这对你做全球配置的逻辑有一个直接冲击。未来选区域、选市场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加上一个新的筛选条件：这个区域的算力基础设施是由谁在建，建到了什么程度，能不能被你投的公司用上？但你同时也要校准预期。Geffen 的投入放在全球算力版图里看，和中美头部 AI 公司的单次投入差了2个数量级。这个差距不是让你恐慌的理由，而是帮你校准配置比例的标尺。欧洲 AI 是一个值得持续跟踪的早期变量，但离成为你组合里的主线配置方向还有一段不短的路。留给你的问题是，当一个制药基金会能比27个政府更快地建成一台 AI 超算，这件事的本质到底是说明商业资本的效率太高了，还是说明我们对政府应该做什么这件事的预期已经彻底过时了？我是3元，我们下期见。